养猫养狗的朋友最怕什么？当然就是最怕它们跳窗呀！你真以为猫咪有9条命啊？那这个后果轻则走失，重则致残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还会威胁到楼下行人的安全。那我在网上呢看到五花八门的防宠措施，比如像所有窗户、阳台都加装了养殖网。那我个人感觉这个应该是成本最小，也是最方便的，但是呢，就是比较难看。也有的朋友选择隐形防护栏封阳台，这个方式其实也是可取的，除了可以防宠物，还能防小孩坠楼。但是呢，这种方式的局限性挺大的，只能在阳台跟部分内开窗的窗户使用，而且有些小区还有可能不让你安装防护栏。还有不少的朋友呢，会选择全家安装纱门纱窗。其实啊，只要选对了纱窗，不单单能防宠物跳窗坠楼，还能防蚊虫。为什么前提是要选对了纱窗呢？因为你家的喵星人和汪星人啊，它们虽然可爱，但是啊，爪子和牙齿啊却不容小觑。像普通的玻璃纤维纱网啊，根本无法承受爪子、牙齿的破坏，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纱网就开始老化了，很有可能一碰就破了。因此啊，在选纱窗的时候啊，我建议要选那种扛得住爪子抓挠的纱网，比如说金属纱网，可以预防宠物抓破外逃。另外，纱窗的款式也非常重要的，那种便宜的隐形纱窗，个人就不建议使用了，因为它们没有锁边的功能，受力啊就很容易脱落。还有，就像传统的速钢推拉窗，很容易被推出滑轨，所以啊，纱窗的框架也需要是耐用结实的材料，这样它们才能够承受宠物多年坚持不懈的虐待。另外，建议纱窗还是要选带锁的，它们连门都会开，更何况一个小小的纱窗呢？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搞完卫生之后，及时的把窗户关上。我们听过不少故事啊，在打扫完房间后，想着开窗通风，然后就无意之间酿成了悲剧。那以上就是我们总结的养宠物封窗的方式，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呢？可以留言给我们。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给我们点个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